然后这里我们可以看一下，我们正常之前操作的一个普通的一个协议节点，它虽然能连通，但这个速度都测不出来。这两个新的协议，一个跑9兆，一个跑10兆，有没有看到？贼快。我先来设为活动，看啊，这里代理成功了啊。让我们来刷新一下这个页面，刷出来了。然后我们开始播放，看一下啊，27000，拉一下看一下，34000，还是非常快的。而且现在的时间的话也是10点钟，也算高峰期吧，也算高峰吧，我觉得还是比较稳定的，是吧？OK，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赵林志。今天这期教程主要来是做一期最新的节点单案教程。最近的话，大家的自建节点或者是机场都应该出现了很多的问题，特别是一些机场还在用比较老的协议，导致节点被抢的很多。今天这期教程的话，就是来手把手教你们用最简单的方式来搭建安全又稳定的节点。OK，废话不多说，我们来看一下博客。然后开始之前，我说一下之前出的这个文章，如果还有没有拿到这个 EDG1 的兑换码的，可以来看看这个教程，或者你也可以来多领2个，因为这一个是前几天做的吧，还是上周，记不太清了。它这个活动是你在原有的基础上还可以获取2个免费套餐。之前的兑换码的话，你只能兑换1个，就无论有多少个兑换码，你的账号只能兑换成功1个。这个活动的话，就是你即使之前有1个，你还能再开2个，因为这个比较简单，所以我没做视频教程。大家简单看一下，直接花个1分钟30秒就能搞定了。这里我就不多讲了，有兴趣的可以去看一下吧。然后我们今天主要来讲这个节点搭建教程，然后这个视频的话会比较长一点，到时候我看一下做一个分段节点吧，大家根据自己的需求可以去选择性的看一下。这个分段节点主要是我还没操作过，到时候研究一下。如果能搭建成功的话，我会在不同的节点标示一下，大家直接跳过就可以了。然后整体讲一下，我这个教程的话会完完全全从头开始，从你的 VPS 开始注册购买，然后去搭建面板，然后搭建完整的一个节点，最后到你的客户端去应用的整个流程，都会手把手的去教你们如何的去操作。然后这里的话，下面涉及到的一些命令，大家如果自己不会去修改的话，还是完全按照我的代码来去执行。我这里的话都是下面的命令都是配套好的，如果你不清楚的话，你就直接去按照我的来操作就行了。因为之前的很多视频，其实我很多教程都是很基础、很保姆级的教程，大家如果按照我的教程来做的话，不会有太大问题的。但是仍然会有很多粉丝会来问怎么这个问题，怎么那个问题的。99%，我可以说都是没有完全按照我的方式来操作。当然了，有问题我还是欢迎你们来咨询的。这样的话，你们也可以加这个交流群一起交流吧。OK，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整体的一个操作流程。这里的话，我会先从 VPS 开始讲起来。VPS 的话，你肯定如果自建的话，你肯定是要有一个服务器来去搭建作为
节点服务器去搭建的。你有的话，这一段就可以跳过了。如果没有的话，我们这里继续看一下，我做了一个推荐网页吧，后续的话也会定期的去维护一下，然后我们可以到这里来看一下。就好像目前的话，这两个厂家的话，我在之前的教程中已经推荐过了，这两个适合你做短期的开发体验比较合适，因为它是按小时时间来计算的，不是按月按年来计算的。灵活性会比较高一点。然后通过这个邀请链接的话，你可以直接去获得一个体验金，然后你直接去体验就可以了。正常的话，这个好像是1个月，这个好像是2个月，你可以两个都去试一下。这一个的节点地区会多一点，这个会少一点，但是这个 IP 比较差一点。这里的话不会重点讲这一个。然后自建节点的话，我目前主要推荐这两个吧。这个 Regnode 的话，它主打性价比便宜，对，我觉得屌丝用户的话还是比较适合的。然后斑瓦工的话，它主打的一个稳定，然后高速，但是确实很贵。这里的话我也放了优惠码，这个的话就是可以打6-7个点吧，对。然后今天的话，这个教程我会做一个主打性价比的这一个来去做整个搭建教程，从注册到最后的一个测试。半网光的话确实太贵了，然后下面的话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去选择，主要是现在这个 Regnode 它有一个特别促销，这个最便宜的，然后我们足够可以用来搭建节点服务器了，它只要$10一年，差不多70多块钱吧。对，我觉得还可以，比正常自己去买一个垃圾的机场要好很多。而且现在的话，我现在用的机场差不多，便宜的也便宜，最便宜的，但是它流量会少一点。哎，这我也不过多扩展，有心的可以到我博客去看一下。这里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的话，我今天会拿这个服务器做例子，那我们可以看一下斑瓦光的它的一个差距。斑瓦光这里可以筛选一下，斑瓦光呢主要是这个 CN2 的话，它是对中国的线路有优化的，你看价格都会比较昂贵一点，昂贵很多应该说，对吧？然后这个的话，根据自己需求去选择吧。我觉得，如果说你对自己的网络要求会比较高的话，那我肯定推荐你去用斑网工的这个节点。嗯，这些对中国的这边的延迟和加速都非常的好，但是价格确实很贵。如果你想相对来说好一点的话，你可以尝试这个美国的一个优化加速节点，比其他的要便宜很多。对，带 CN2 的才是对中国网络优化的，这个要注意一下啊。因为美国的话，它不如日本和香港这边，所以日本和香港是最贵的。OK，这里的话我就不多做介绍，然后我们直接来演示这个操作，然后我们直接通过这个注册链接，或者我们也可以直接点到这个特别促销，把这个删掉，我们直接去立即购买。然后它就能直接跳到这边来，看到了？因为它这个其实这个入口，没那么好找，你在这个页面它是不好去找的，正常这个页面它不好找，它是在有一个活动页面，你正常进来它就是看到了吧？它是另外一个页面的，所以推荐大家直接从这个直接购买进来吧。然后它就是$10，然后这里的话可以自己选择一下，这里的话默认的就行了。
都是默认的。操作系统的话可以选择一下，我们这里的话可以直接选择这个20和22都可以，我们这个有1GB就选择22好了，无所谓。这里位置的话，我推荐大家选择洛杉矶，因为洛杉矶离我们这边近一点，相对来说延迟会低一点。对，其他的话就没什么好选择的了，我们直接点击继续就可以了。然后这个是特惠的，所以它不适用优惠码，我们这里就不用优惠码。我们去点击结账，结账的话，它会要求你注册，然后我们这里大家随便填一下就可以了。这是我之前注册的一个，我现在重新注册一个。嗯，电话和这个的话，我推荐大家用自己电话和邮箱，推荐大家用自己真实的，因为我看到网上有反馈，可能会有 IP 异常或者特殊情况的时候，它会要求你验证。那如果你是用虚拟号码的话，可能就比较麻烦一点。嗯，哎，怎么没找到？找到了。这里的话就可以随便填了，这边随便填一下吧。这里的话改一下。这里它只有中国香港，我们直接写中国香港就可以了。OK，然后我们可以用支付宝，同意，完成订购，周区号，这里好像应该，哎，无所谓，随便填吧。OK，这里的话就是这些信息一定要填，然后邮箱和电话的话，建议填真实的，因为有反馈是如果有异常会用这2个联系验证的，这里大家注意一下。OK，继续完成订购。OK，然后这里的话它就会出账单了，
让我们去立即付款。这里大家可以看到，这里的支付宝支付的话，它只支持邮箱去登录，所以如果我们的支付宝没有绑定邮箱的话，要么去绑定一下邮箱，要么用邮箱重新注册一个支付宝。对，这里的话，大家直接在支付宝的设置里面去设置一下就可以了。我这里的话，直接用邮箱去输入一下，我们点继续使用支付宝。你这里只要绑定过后，它就直接能推送到，然后我们用扫码支付一下就可以了。OK，我这边已经支付成功了，我们等待这个页面刷新，我们手动刷新一下页面看一下。这个页面没反应，我们回到这个注册页面看一下。哦，它这里已经好了，那边没有刷新出来，那这边我们服务器已经好了，看到了吧？我们已经购买成功了。这里会有一些服务器的信息，正常的话，它会把服务器的登录密码、用户名和密码发送到你的邮箱里面去看一下。好，我们可以现在去邮箱看一下。啊，这里都有提示。该注册信息，这是账单信息。订单。最后的话，这里它会出现你的用户名和密码，对的 IP 都会有。OK，我们把这里我就不保存了，我们直接来去登录就可以了。这里整个购买过程的话还是比较简单的，除了就是支付宝那边会比较麻烦一点，必须要有邮箱账号，这个大家是需要注意一下的。OK，那现在我们这个 VPS 就有了，然后另外的话，如果正常现在客户端工具大家既然来学这个 VPS 搭建，应该都有了，但防止小白就是完全还没有接触过还不懂的话，我这里也顺便放了一下，就之前做的一个客户端的一个科学上网的攻略，可以去看一下。这里的话，我把目前比较好用的几个针对不同平台做了一个梳理，然后如果不方便下载的话，我这边还放了云盘，可以直接去下载。对，这里的话我也不多介绍，需要的话可以去看一下。这样的话，我们就开始可以搭建，然后我们先来搭建 SUI 这个面板。
然后我们先要去通过我们的，先把这个密码复制一下。IP 先把 IP 复制一下，IP 也需要。好，去记得这里，哦对，开了。我们通过我们这个去登录一下，先把 IP 复制一下，然后密码复制一下。我们先要去登录我们的服务器，然后密码放这里，用户名是 root， 然后点击连接，继续。OK， 我们这里就连接成功了。然后现在回到教程看一下，这个 SVI 面板的话，它可以搭建很多个节点。这里的话，项目地址我也放在这里了，大家有兴趣的可以去看一下，学习一下。对，这里介绍的会比较多一点。这里的话，主要是带大家来做一个快速的安装和搭建。用到的话也是这条命令，我们会回到文章中直接复制，然后我们直接粘贴进来，回车，然后它会做一个自动的安装。整个过程的话，我们需要等一会儿，也不会很慢。OK，到这一步的话，它就是需要你去做一个配置。这边的话，我推荐大家可以直接回车使用默认配置。默认配置的话就是这一些，对。然后我们直接这里的话直接回车，然后它会输出整个用户名和密码，还有你的访问端，对吧？然后这样的话就是整个面板已经搭建好了，我们直接来访问一下。然后我们需要通过这个用户名和密码，然后这里的话我们可以选择中文，然后我们提交。然后这里的话就是整个面板，我们这里信息卡可以把它打开，整个服务器的信息可以在这里上面显示。对，整体感觉还可以吧，这个面板其实。然后面板搭建的话，这样就搭建好了。下一步的话，我们就可以跟着教程来做一步一步的搭建。然后这里的话，我们先要来做一个入站的规则设置。这里的话会需要用到一个伪装域名，或者你用自己的域名。为了更快捷的来演示的话，我优先使用伪装域名会方便一点，就是它适用于一些没有自己域名的。这边的话，伪装域名的话，我做了一个命令，大家可以通过这个命令来测出当前的话是用哪一个伪装域名，延迟最小，你直接复制这一个。这里教程的话，我尽量的话会快一点，因为这个教程我会做的比较长。然后有一些细节的话，说明的话，大家可以到这个博客文章来看吧，好吧？我视频的话，尽量以操作为主，然后我们再回到这边，把刚刚的命令粘贴进去，回车。
它会输出10个最快的，延迟最低的，看啊，哇，这个服务器延迟都很低诶，我们选一个这个吧，这感觉其实之前用的这个，大家用带 CDN 的可能会好一点，之前用的这个，用这个好吧，看自己选择吧。这个域名没事，我们就可以放在这里，因为我们现在暂时先可以不用。然后的话，我们拿到这个伪装域名之后，我们就可以去做 TIS 的配置。我们直接在这边来看吧。我们需要去做 TIS 设置，添加。这有2个，我们先做这一个，自定一个名字。然后这里要开启 SN 和这个，这里的话就把我们刚刚的那个域名放进来，然后把允许不安全开启，然后我们这里点生成，把证书生成。OK， 第一个保存，我们第一个就配置好了，我们再来添加第2个 relative 这一个名称的话，我们还是自定义。这里还是放域名，握手也放域名，对。然后这里我们要选择一个这个，这是指纹模拟器，大家随便选一个就可以了。然后我们点击生成 ，OK， 这个也比较简单，直接点击保存。然后还有一个自有域名的话，我这边也一起生成吧，方便一点。那就串着讲，这样演示起来会方便一点。自有域名的话，就是需要你把自己的域名解析到这个 VPS， 然后再去搭建。这个方案是比较推荐的方案，当然如果你用这个伪装域名的话也是可以的，但相对来说自有域名更可靠一点。那我们这里要做一个域名设置。我们回到这里，我们到我们的 Cloudflare， 登录一下。我们把这个我们的域名先复制一下。诶 OK， 我们选择一个自己的域名，然后去做一个 DNS 解析。我们直接添加一条 A 记录，把我们的 IP 放进来。名称的话就 US， 好了，无所谓的这个，这其实没有太大问题，但这后面会用得到。我们先这里保存一下，我们先把这个域名复制一下，然后我们回到这里来搭建。这里的话，我们还是用这一个。现在的话，我们需要用这个 ACME 添加自有域名，然后这里的话 TLS 杠 ACME 配置一下，然后域名的话就是我们刚刚的域名，对，我们把这个配置进去，然后这里我们可以选一下这个服务商，它默认应该就是这个，不影响。然后这里我们同样要开启这2个，然后这里的话同样把域名放上去。
OK，这样的话整个配置就完成了，我们点击保存，整个3个配置就 OK 了。哎，这里的话，哎算了，哎这里都打错了，打错就打错吧，反正我自己知道就行了。然后这个 TLS 配置的话，我们就配置好了。然后现在我们要来做一个入站配置，我们到这个入站管理，然后我们继续添加。我们第一个做一个之前用3XUI 搭建过的一个 Palace Reality 的一个节点，这里的话我们选择 Reality， 这是之前用3XUI 搭建的一个节点，我们可以做一个对比。然后这个端口大家可以去自定义啊，这里的话我就默认了，其他的话就不需要配置了，我们直接保存就可以了。然后这个第一个节点的话就算搭建好了，然后我们再来搭建第二个。第二个的话，我们用这个新协议，然后这边的话我们要通过 BBR 加速，然后我们再来选择这个模板，我们用这个 TLS 的默认 TLS， 这又是前面打错了啊，这里不管它，反正知道是打一个就行了。OK， 我们继续点保存，然后我们再来添加最后一个 HL 这个 HL 的话，它会配置会多一点，我们这里可以直接忽略它的客户端带宽，也可以自己去自定义。自定义的话，相对来说做一定的限速吧。对，我们这里直接点击忽略，然后我们这里要添加一个混淆密码，然后这里大家随便敲一点就行了，敲一点字符串。然后的话，我们这里要来选择一下这个，我这里的话就用这个自定义域名，然后正好3个节点对应，然后这里的话你也可以用这个默认的，都可以，不影响，都是成立的。这里的话我只是用这个让你们看一下，都是可成立的。怎么出错了？这个太长了吗？哎，等一下，我稍停看一下，重新添加时。不应该啊。保存失败了。等一下，我看一下啊，应该没什么问题。我们回头看这个 TLS 设置有什么问题？这个配置也应该没问题啊。啊，我知道了，唯一有可能的是那个解析。我们再来重新添加一下，可能刚刚这边的域名解析还没好，大概率是这个问题。你看现在就可以了，我什么都没改，都确认了。就是这边的解析可能它会比较慢，所以你这边的话就是可能刚解析完，刚去添加这个域名解析，你可能就是这个节点不能马上去生效，因为它解析需要一定的时间。OK，这里的话3个节点我们就都搭建完成了，然后现在的话我们就是要去添加一个用户，它这边的话默认是没有用户的，我们需要手动去添加它，这边大家随便自定义就可以了。然后这里的话可以设置流量、期限，
然后主要是这个的话，你可以选择节点，就是我们搭建3个节点，我们保存一下就可以了。这其他的话就保持默认就可以了，我们直接点击保存。这样的话就 OK 了。然后这里的话是它有一个订阅，这里的订阅不太好用啊。然后这里的话是各个节点的一个二维码，这里的订阅不是很好用。这里的话文章里也做了一个说明，这里 Fearless Reality 我这里还放了之前的一个3场高原的搭建教程，有兴趣的可以去看一下学习一下。然后这里的话它这里的订阅地址不太友好，大家可以通过这个去订阅转换。这个的话也是一个开源的一个项目，我也去字节找了一下，我发现这个是开源的，相对来说安全一点，大家用这个会放心一点。它是一个开源的，有 5.8K 的 star， 对，这个会比相对来说安全一点吧。OK， 这里的话订阅我就不用了，我们直接用这个方便一点。然后我们用这个 XUI PS1，我们创建一个分组，然后我们直接来点击这二维码，它就自动粘贴了，然后我们复制进去，然后第二个粘贴，复制，第三个粘贴了，复制。这里文章中漏了一点，这个节点需要手动的，这里改跳过验证啊，否则它是连不通的。我先不改，我看一下，这里先不改的状态下，我们去测试一下。你看它是不通的，有没有看到？我改一下，确定，然后我们再来测速，看连通了是吧？然后这里我们可以看一下，我们正常之前操作的一个普通的一个协议节点，它虽然能连通，但这个速度都测不出来。这2个新的协议，一个跑9兆，一个跑10兆，有没有看到？贼快。这里的话，它这个 PPS 虽然说便宜，但我觉得速度还是可以的。然后我们这里可以来放一下 YouTube。这里没有登录账号，好像看不了。可以，我们直接搂 8K 了。看不了，看不了。我们回到我们这个里面，应该是浏览器里应该有账号登录的。OK， 这是我登录的账号，我们直接搂个 4K 看一下。我直接点这个 4K。等一下，暂停一下，把我这个我先来设为活动，看啊，这里代理成功了啊！让我们来刷新一下这个页面，刷出来了，然后我们开始播放，看一下，27000，拉一下看一下，34000，还是非常快的。而且现在的时间的话也是10点钟，也算高峰期吧，也算高峰吧，我觉得。
是比较稳定的，是吧？OK，这个差距一下子拉开，就好像说你就把一个，如果说换以前的方式的话，这个 VPS 就废了，这个节点服务器就废了，但你用这个新协议就很完美，看到了吧？OK，这个的话，整个等下跳到这里，SUI 的话，这个面板整个搭建就完成了，这边就没有任何问题，你可以直接用了，对吧？然后这里的话，我要简单说一下，它这里也是可以设置一个出站规则的，出站在这里。这里的话，大家如果会用到一个出展 IP 的话，可以到这边来去添加一个出展 IP 作为出站。对，这个还是这个的话，因为我现在没有用到相关的一个用途和配置，所以这里我也没有对应的主载 IP，所以这里都不方便做演示。后续有需要的话，有需求的话，我再单独出一期跨境电商类似的一个主载 IP 类的教程吧，好吧？这里只是给大家稍微扩展一下，对，OK，那这里就先翻篇，这我们可以先放着。然后我们再继续来做一个 HUI 的配置。至于说为什么还要，哎，大家肯定会说，哎，这个已经很完美了，我们为什么还要去做一个 HUI 的配置？HUI 这里的话，它是主要是针对这个 HL 来做配置的，它们的区别主要是它有一个端口跳跃。当然了，就是目前我自己研究啊，发现这个 SUI 是没法配置这个端口跳跃的。但是其实这里的话，你可以去手动做一个配置，但是对于一些直接订阅的就不太友好。订阅的话，你没办法去做一个二次配置，所以相对来说没那么方便。但是这个 HUI 的话，它是直接可以配置这个端口跳跃的，它是主要是针对这个 HL 做一个配置，其他协议它做不了。后面我来整个搭建，大家可以看就可以知道了。然后我们现在就直接来搭建，好吧？我们还是直接来复制这个，我们的那个呢，端口去哪了？直接在原有的基础上直接去安装。你的 VPS 上面可以同时安装这两个。这个的话直接回车。OK，我们选择简体中文。然后这里的话，你可以选择 Dunk 或者直接安装。我这里的话，直接演示直接安装，这个也影响不大，因为最终的话，你直接是通过面板的形式来。然后这里的话，也是做一个默认的一个配置或者自定义配置，我们也直接回车就可以了。这是一个时区，我们都选择默认配置。OK，这里的话，它就会输出你的端口、用户名和密码。然后我们来访问这个端口8081的 IP 的话，还是这一个，你直接复制就可以了。打开一个新的窗口，复制8081，直接访问。OK，这里的话，我们再去复制粘贴的用户名。OK，它这边的话是整个页面就是这样子，也比较简洁吧。然后这里的话，我就不来回
跳着去看那个文章了。大家自己有需要的话，就直接对着文章一起看会比较好一点，好吧？然后这样的话，这个的话，面板的话主要是针对这个 HL 的配置，所以它这里你直接通过这个菜单栏直接到这边来配置就好了。它的配置的话，比那个感觉要简单一点，就只要在这里来配置就可以了。然后我们根据我们的博客上的教程，它会一步一步，哎，来看一下吧，这样会讲起来好讲一点。这里的话就是面板提示，你自己都要保存一下。然后的话，你会看到一个这个管理它的一个状态，然后我们添加一些配置。然后这里的话，也是会用到一个伪装域名和一个自有域名的一个配置，它也是可以同时兼容两种配置的。然后这里的伪装域名的话，跟之前是一样的，大家可以用。然后跳跃端口这个后面操作的时候也会看到，它会做一个提示。OK，那我们直接来实操吧，直接看这边感觉会更好一点。然后这边很简单，我们一个个来讲吧。我们到这里的话，就是目前是一个没有开启，然后这里 HL 是一个听着状态，这里的话是一个别名设置，别名，对，大家随便设置一个，到时候会在节点上显示，我们直接写 HL 就可以了。这里的话就是一个跳跃端口，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它会有个提示，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来设置。然后我这里的话直接设置一个2万到3万。这里我讲一下这个端口跳跃吧。如果说我们像之前没有设置端口跳跃的话，它会存在一个断连的情况。就这个节点，我们虽然是设置好了，它也很稳定，对不对？虽然这里的稳定，怎么说呢？就是你怎么测速它都没问题，但是你在实际用的过程中，它会出现断连，你就突然访问不了了。但是呢，你又才重新去设一下活动服务器，它就又可以了。它会有这种一个机制在，但是你可以通过这个端口跳跃去把这个机制给过滤掉，就不会出现断连的情况。对，这个就是比较重要的一点就在这里。所以为什么我还要做一个这个 HUI 的教程，知道吧？然后这里的话，我们这里的监听地址啊，大家随便设置吧。这里不太建议用这个443啊，大家随便设一个5位的，对。然后 TIS 的话就跟之前一样，它会有两种，就这种普通 TIS 的，然后有个 ACME 的，就是你的对应域名的。然后这里的话，我们先来教大家做一个这个普通的，好吧？普通的你不带自己域名的。这里的话，先给大家再来添加一个这个混淆。混淆的这里大家跟之前一样，这里的话大家随便打一点就可以了。然后的话，这里还有一个出站规则。出站规则的话，大家就是跟前面一样，大家根据自己的需求去选填，好吧？如果你有这个出站规则需求的话，你就去添加。其他的话就没有什么，带宽也是一样，带宽你有必要设置就设置，没必要就不设置。这其实这些是可选性的了，进阶版，大家有需要就去添加，没必要就不需要了。这几个是必须的，必须的，好吧？然后我们来重点讲一个 TIS，然后这里的话我们就要回到博客。这里的话我们看到它是有证书的，对吧？它是没办法自动生成的，所以我们需要去做一个证书。证书的话，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命令来去做。然后这里的话是给了一个 Cloudflare，Cloudflare 的话，它就是相对来说比较好用一点吧。但是我们刚刚实际测的这边的，它比较良好的一个域名的话是这一个，对吧？我们可以把它选择一下。这里打开一个备忘录吧，新建一个，把这个域名复制过来，然后把这个命令也复制一下。
我要把这个域名替换过来。OK， 我们重新复制一下这个完整命令。我们回到端口，然后粘贴，回车。这样的话，它就会自动帮你在这个路径下生成对应的这个伪装域名的证书。有没有看到这两个路径？这两个路径的话，就是这两个路径，我帮你们复制出来了。你只要那边运行完，然后把这个复制进去就 OK 了。把我们这两个证书复制进去，证书路径复制进去 ，OK。这样的话，整个配置就完成了。然后我们这一点击保存，保存成功了，对吧？然后我们可以开启，它就启动成功了，这里已经运行中了。然后这个时候我们要到账号管理这里来，它这里的话，它是有一个默认的用户名的，用户名这里的话，你可以自定去编辑，对，也可以做一些配额设置啊，密码登录时间都可以去做一个设置。订阅这里的订阅是比较好用的，大家可以用，但这里的话我就直接来做一个节点。OK， 复制成功。让我们回到我们的粘贴进去。哎，这个好像不太对啊。弄错了。OK， 这对了，刚刚弄错了。移除左下，刚刚那个好像是订阅类似的。我们直接来测一下速度。这里的话，它会有一个问题，这里我也是没有通过，对不对？它这个就跟这个问题是一样的，它需要去做一个这个验证跳过。但是吧，这里又很鸡肋，它这里设置又没法去做一个这个设置，也只能通过这个。然后我们再来测，我们现在改过之后再来测一下，可以了，对吧？速度也很快，一点毛病都没有，对吧？所以说这里的话，如果说你只能，怎么说呢？这就是根据自己的情况去选择一个你的节点，这个到最后我再总结吧。然后目前的话，这个自定用伪装域名的就搭建完成了，对吧？然后我们再来改一下，我们把这个先关掉它，然后我们要改成自定义域名。然后这个的话就是我们刚刚域名已经解析好了，我们直接来就好了。域名复制一下。OK， 这个我们也可以改成这一个，可以自己改一下。其他的话就没必要配置了，主要就是这个区别。这个的话就很简单，你只要把域名加上去，就跟前面的也是一样，你只要做好一个域名解析。其实如果有域名的话，还是相对来说整体都会比较简单一点。然后我们再保存一下，保存成功，我们再重新开启。连接失败。哎，是我刚刚那个冲突了吗？等一下，我看一下。代理的这个，是那个应该不影响。是因为跟这个冲突了吗？
可能是因为这个冲突了。我们把这个，等一下，先把这个改一下。哎，为什么还是失败了？哎，这个倒是没遇到过。面板怎么还挂了？OK OK OK，我们再回到这里，我们关一下，再开一下，OK，成功了。这边的话，我之前测试是没遇到过，我怀疑是这边的 TS 这边，因为刚刚我们在启动这个的时候，它这边的 TS 握手已经用了这一个，导致这里的就是崩溃了。那可能就是你在同样用这个域名握手的时候，你不能两个面板同时用这个握手两个节点，对，这可能是原因。目前我猜测是这样，如果有知道或者相关情况的话，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啊。然后我们这边搭建完成，我们看看确认一下，我们到这边来节点看一下，我们这边来复制一下这个，看一下，对，直接粘贴进去。我们这里看一下啊，这里确认用的是我们的了，对吧？用的就是自己的域名，让我们来测试一下。OK，没问题，对吧？目前的话，我测试下来，这种方案是最完美的，它可以直接订阅使用。这个的话，它因为要设置一下这个跳过证书，所以它不适合去做订阅，跟这个一样，它是不适合做订阅的。这个的话也是可以订阅的，但是它是用 S-UI 去搭建的，所以它这个订阅需要转换一下，转换一下也是可以正常用的，没有问题。目前这个节点的话是一个老的协议，所以不推荐大家去使用了，好吧？目前现在这两个新的协议的话都没有问题，都是比较可靠的一个新协议。OK，那今天的整个节点搭建教程的话，就到这边基本上就结束了。再回到博客看一下，然后最后我也总结了一下，SUI 的话，它可以配置多个协议，但它唯一的缺点就是它不是动态。另外的话，它的订阅转换有点问题。这里的话，我也不太清楚它具体是通过什么方式来订阅的。反正几个端口的话，测试都不太行，必须从这个订阅转换，它可以去做一个导入。对，HUI 的话，我觉得如果说你没有其他协议需求的话，我觉得用这个一个就可以了。主要它这是端口跳跃，针对这个 HL 的话比较好，说实话确实好用。我测试下来，它是只要设置这个端口跳跃，它就不会断连。但不设置的话，我断过几次吧，我确认断过几次，它就是用着用着，可能它就不行了，不能访问了。对，OK，那哦哦，对了对了对了，最后的话，如果你看到了最后，那恭喜你，因为我现在这一个 VPS 的话也是刚买的嘛，我自己其实有，其实这个的话，纯粹是为了做教程重新买了一个。然后的话，哦，这边我还单独讲一下，因为这边的话，这个 IP 我后面我这边做教程也没有去做一个遮挡，后面的话这边我们可以去申请一个更改 IP，我会去做一个 IP 更改。哎呀，怎么还跳掉了呢？哦，这里可以看到它跳出来了，就这个 IP 在你72小时之内，你是可以去做一次免费改 IP 的。这个大家可以了解一下，好吧？
然后72小时后就不行了。对，这边我会去做一个 IP 更改，然后的话，这个服务器我会抽5个粉丝，然后做一个节点订阅，免费送给你们，按照一人1个月吧，1个月200G 吧，因为这个服务器它本身的我记得好像是2T 吧，它的流量。嗯，我们可以回到这边再来看一下，我记得是2T。对，2000G，2T 的流量，抽5个，我会用这个服务器去搭建一个节点，我会搭建这个节点，然后去做5个用户，分享给5个粉丝，每人1个月200G。对，这个看到最后，你只有看到最后才能看到这个，对吧？然后评论区留言吧，留言。这次来点不一样的话，因为之前有很多比较杂的评论，乱抽，我觉得。最后的话，我觉得这次就是指定一下你在评论区留言，想一下留言什么呢？留言我要订阅，对，我觉得这可以。留言里面包含我要订阅，包含这4个字，你随便留什么，只要包含这四个字，我到时候会根据这4个字在评论区留言中抽取5个粉丝，好吧？然后到时候你们就是还是老规矩，邮箱截图，到时候你我跟你讲一下，你们每次就是他截图都不会截，我不太理解。就正常，就比如说你在上面留言了，对吧？这是你头像，你点一下，然后这里会有你的这个，对不对？然后你的名字，你这个，当然最好你把就是你在那个视频的那个这边一起这一整个截图，我能看到你是否订阅，对吧？然后你的名字，你的这个的话是一般正常，你只要自己不去改，别人是没办法重复的，这个直接能锁定你，对吧？这样的话，我确认你的身份之后，我就会把订阅链接给你，然后目前的话是抽一个月，后续的话再继续看吧，好吧，1个月200G，好吧，OK，这算是一个看到最后的一个粉丝福利吧，好吧，OK，那最后的话，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，多多帮忙点赞、订阅、评论吧，好吧，那今天这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拜拜。